这是 iPhone 全系列4支的致命差异，其中一台用20几年前的规格，对你没有听错，还是只有60Hz 没有120 Hz。那 Android 很多要换过来，听到超傻眼。那其他的边框材质除了重量的差异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完全没有人提到。那相机的话，防鬼影镀膜，这样可以算是升级的一种吗？因为这个规格好像就是去年整个搬过来嘛。那这个静音键的移除多了一颗按钮，以现在的功能看来好像不是优点。然后 S6 对比 A17也是一个超大的重点，价格也差超多，尤其如果你今年要买的是。大家好，朋友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4支 iPhone 15全系列的上面的致命差异。那其实里面的规格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发表会上面没有讲到的。那如果你单纯只是看发表会啊，或者是你看他们网站上面的规格，很容易错过一些重点的地方。那如果你是今年都要买新机的话，我们以下讲的这几个重点，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4支你应该怎么挑。好，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帮我们频道订阅起来吧。那我们直接开始。好，那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下面的 USB Type C 后，那这个我都会第一个先提到，因为这是很多人想要换的理由。那他们在15数字系列上面，15跟15 Plus 都还是只有保留 USB 2.0 的传输速度。那你要升到快一点的速度，还不是到雷电4，你就要买到 Pro 跟 Pro Max 的系列才有到 USB 3.0。那为什么这个有线传输那么重要呢？其实到现在全系列他们相机都升级到4800万画素之后呢，它的照片档案一定会变大。如果你今天要拍摄照片，我还是都建议以比较高，至少2400万画素的这个规格去拍摄，因为你事后要去做裁切，或者说你10年后在更好的荧幕上面看的时候呢，保留越多画素绝对是越好的。那这种情况下换来的就是它档案量一定会大增。这种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说，我可以用 AirDrop 啊，用这种无线传输的方式，但是档案量一大，再加上影片哦，你要传输出去的时候，其实 AirDrop 是非常的困难，而且会常常断线。所以最可靠的还是用有线传输的方式，而且它的速率还是要快。那如果你要对应这次相机升级啊，你可能想要拍更大的照片，或是拍那种4K 电极模式的话，那可能你买的 iPhone 容量也会向上提升。那我们都知道，当你在备份 iPhone 的时候，现在很多人还是从电脑上去备份，因为其实这么大的档案量，除非你要去买 iCloud， 每一年去付这个钱，用很大档案量去备份的话，不然你买一般的硬碟在你电脑上来做备份的时候，绝对是最省钱的方式。那这种时候当然是有线传输的备份会是最稳定的，但是 USB 2.0， 如果你今天我们不要讲多啊，就256KB，你要再接电脑用这个 USB 2.0 传输来做备份的时候，绝对会拖你超久的时间。那在这一点呢 ，USB 3.0 就有它实质的意义存在，那可能你就要选的是 Pro 的等级，而且况且 USB 2.0 是20几年前的这个传输规格，我不懂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一个全新的手机，然后第一次终于全线换到 USB Type C 之后，我们要求也不多啦，就你提升到10年前的传输速度，全线用 3.0 就可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好，那下一个萤幕60 Hz 跟120 Hz， 对，这次的15数据系列，他们的萤幕还是只有停在60 Hz 的等级。那这个星期有很多从 Android 想换过来的观众都在私讯我，其实我一开始在跟他们讲这个60 Hz 的时候，他们有点不太敢相信，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啦，现在 Android 其实很多入门机都是至少90 Hz 或120 Hz，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2023年苹果推出这个全新中旗舰机种还是使用60 Hz 的萤幕。那当然这个体感上的差异，就是你平常在滑网页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已经你换过来你是习惯90 Hz 120 Hz 萤幕的人，你换过来用到60 Hz 一定会感觉它比较慢，所以这个顺畅度是真的有感啦。那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在玩游戏，你玩的是比较高端的，都支援120 Hz 的游戏，那这个部分也会有差。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看影片，那影片的话基本上都不会用到120 Hz 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差。但另外一个差异呢是 Pro 系列它有这个随线萤幕，就是它可以在1 Hz 跟100 Hz 之间调节。那这个对省电上面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差异不大，因为毕竟你用120 Hz 的时候比较耗电，然后加上你平常可能会开启随线萤幕的时候也会耗电一点，所以说自适应率可以去调整，会不会真的对省电带来多大的帮助？我觉得是还好。但刚提到的重点嘛，就是有随线萤幕这一点，那这个也是 Android 使用者换过来有点不敢置信说，如果我今天买到 iPhone 15数字系列一个3万起跳的手机，它还是没有随线萤幕。那如果你不清楚这个部分呢，随线萤幕除了平常看起来爽之外啦，它随时显示嘛，那基本上就代表你不用去点萤幕就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啊，或是今天叫 Uber Eats 它想跑到哪里，你就不用手刻意再去点它去开它。所以实质上呢，除了爽度之外，它真的还是有一些方便性在。那这部分看你对你重要的话，可能就要去买到 Pro 系列。那如果你在意萤幕亮度的话，这次他们规格上面啦，至少这4支都是一样的，峰值亮度也是一样，但是可能不代表他们使用的萤幕等级会是一样，这个可能到时候等拆机再来看看。
那我们今天影片的赞助商为 Devil Case 恶魔防摔壳。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恶魔防摔壳为 iPhone 15系列所推出的一系列产品。那首先呢，就是恶魔防摔壳 Ultra 磁吸版，他们采用 Matrix Flex 的独家技术，经实验认证呢，可以比一般的材质效果多达4倍。另外，你可以看到恶魔防摔壳 Ultra 磁吸版，它的4个防护边角采用特殊的设计，可以有效的吸收冲击力，来保护你的手机四周不受损。那它的边角呢，采用高密度的 TPU， 而且内置的专利的结构可以有效吸收并分散它的冲击力，防止你的手机受到损害。而手机背后的磁吸设计呢，可以和磁吸支架还有充电器完美的兼容，而且它吸附垂直拉力高达1公斤，相比原厂的来说呢，多了30%，让你在搭配不同配件使用上可以更加的安心。那恶魔防摔壳 Ultra 磁吸版，它还搭配了这个专利可拆卸式的边角，那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换成这种梯形的挂钩，就可以搭配他们的机能战术背带来使用。那它的机能战术背带采用加宽的设计，可以有效减轻颈部的负担，并且还可以搭配挂钩的扩充设计，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它背带调节长度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适应不同身材，或是你今天想要肩挂或是颈挂都可以。恶魔防摔壳 Ultra 磁吸版一共有7个不同颜色可以选，那有其中几个颜色是今年的新色调，我个人觉得这个配色都还蛮好看的，也可以搭配你的新手机。那再来呢，还有恶魔防摔壳标准版，还有标准磁吸版，他们使用复合式材质的背板加上 TPU 的软边，整个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通过 SGS 的军规防摔测试，而且还有铝合金镜头环加高的设计，防护你的镜头四周。然后磁吸版呢，它也兼容原厂一般的磁吸力，可以完美的对准孔位并充电。那在它底部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转身孔挂钩，它是金属材质的，非常坚固耐用，可以有效防止喇叭孔入尘，不会因为塞住而降低音量。然后可以搭配双钩可调式编织的挂绳，那你可以轻松的调节它的长度。那它一样有多色系可以供你挑选。最后呢，他们还有恶魔防摔壳 Pro， 这次他们很贴心的搭配 iPhone 15所推出的新颜色，像这一款深蓝色的外框都可以完美搭配。恶魔防摔壳强悍防摔也有多种选择，让手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最好的保护。那我会把相关的优惠链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再去参考哦。好，那下一点就是它的边框的材质，15舒适系列铝合金 ，Pro 系列这次换成钛合金。那这样材质的差异会带来什么体验上的改变？那曾经呢 Pro 系列大家抱怨最多的一点就是它的重量都比舒适系列重上不少。那因为它当初是使用不锈钢的边框嘛，现在换成钛合金之后，它的重量是大大瘦身哦，降低了10%，所以这个手感上面的体验一定是有帮助。那我个人本来就不喜欢不锈钢的边框，它那种亮面很容易沾指纹的这种设计，所以这次换成这种刷式的钛合金，我觉得是一举两得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但如果重量这一点对你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你平常手机就是一般使用，不想让它太重的话，那你这边就要注意了。iPhone 15是171克 ，iPhone 15 Plus 是201克 ，iPhone 15 Pro 是187克 ，iPhone 15 Pro Max 呢是221克。所以我们以同尺寸的来相比之下，它们差异还是在16到20克左右。就是说 Pro 系列虽然轻量化，但是最轻的还是会是在15跟15 Plus 这两只上面。所以手机上面其他的功能对你不重要，你就是简单的接电话，偶尔上网一下的话，那你想要轻方便携带的话，那可能数字系列就比较适合你。那再下一点呢，除了轻量化，你在意这个耐用度的话，那当然铝合金跟钛合金，它们耐用度上就一定会有差。就是 Pro 使用的钛合金，它的硬度跟耐用度来讲，一定是比铝合金高。那如果你是想要裸机使用，又不时会摔到它的话，这边就要注意一点。但如果你都是要装上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没有什么差。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次使用钛合金到底是否会刮伤？那尤其是想要买这种深蓝色还有黑色。那但现在大家也没有人还上手刮嘛，我只能以先前苹果手表他们有出钛合金深色版的那个版本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小心去刮它，它还是会有一些痕迹在上面，只是相对起来它可能比铝合金还有不锈钢稍微耐刮一点。OK， 那再来就是它的手感上面那这一次的 Pro 系列，他们除了全部换上钛合金之外呢，他们的长跟宽都向内缩了一点。那所以这在手持在拿手机的时候，相比起来啦，对比先前的版本或者说是数字系列版本，侧面的握感它会稍微轻薄一点。但是 Pro 系列呢，毕竟它整个模组加上它的相机它的厚度还是有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来来回回加加减减，如果你现在都是用 Pro 系列的人，那你这一次换到 Pro 系列，它会有一个有感的向内缩一点，手感比较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单纯在15数字系列跟这个 Pro 系列上来讲的话 ，Pro 系列长宽稍微窄一点，但是厚度稍微多一点，那这个差距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下一个就是处理器 A16 对比 A17 Pro，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目前看起来它的效能上面一般处理的效能上来大致大同小异，多了这个10%，那你换转到真的
使用上面的体验，可能大概5到7%，你应该都感觉不太出来它的差别。不过呢，因为 A16 它有不良记录，去年一整年我们用了 iPhone 14 Pro Max， 体验并不是太好。那在单亲数字系列只使用 A16 的表现上面呢，我们又要去想到现在的 A17，它是全新世代的3奈米处理器。那这个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它实际应用上的表现到底如何。不过呢，针对爱玩游戏的人，尤其是这种比较大作、这种 hardcore 的 gaming 的这些人呢，这次 A17 Pro 有针对这些部分去做设计跟优化，他们直接从硬体的层级去加强。那理论上呢，它至少可以跑出更好的表现，在 render 出更好的画质还有光影的同时呢，也可以保持它较高的帧率还有顺畅度。那就像我刚刚讲了，这些体验上会是在你是真的很 hardcore 就玩这些大作的人，使用体验上会比较明显。那如果你玩的只是一般简单的小游戏来讲的话，这个 A17 Pro 对你而言就可能没有什么差。所以如果你就是要先预购啊，不想先看它表现的话，很在意游戏高端游戏的表现的买到 Pro， 那觉得还好，就是一般正常使用，也不想花太多钱去追其他的规格的话，数字系列其实也 OK。好，那下一点就是篇幅会蛮大的一个相机不是因为它规格很好，篇幅很大，而是因为它在里面的规格设定太奇怪，很多东西似乎根本没有升级。对，就是里面操作细节不要被骗了。账面上看起来主镜头全部都是使用4800万画素，但是它其实不是同一颗感光元件，也不是同一颗镜头。15跟15 Plus 是一颗新的感光元件，配上一颗新的镜头。那新的代表一定比较好吗？也不一定因为它的感光元件其实是比15 Pro 系列上面的还要小。那你在更小的感光元件下面又塞入同样4800万画素的话，那虽然它的光圈稍微大一点点啦，但是你一般说的理解上面，就是可能在暗处这些拍照跟录影上面，噪点和表现相对起来不会太好。但同时呢，我们看到15 Pro 现在主镜头上面的规格，看起来好像跟上一代14 Pro 一模一样。那就算加上 A17 Pro 的加持那我觉得它的进步还是会非常的有限。所以这样光讲主镜头，大家有没有觉得苹果除了在挤牙膏功力厉害之外呢，这个刀法也是宗师的等级。所以严格来说，现在看起来全系列里面真的有升级的镜头，就是在数字系列上面的主镜头，从上一代1200万画素升级到4800万画素。然后15 Pro 系列可能它上面镜头的镀膜抗鬼影嘛，可是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解决，这可以算升级嘛？那当然还就是15 Pro Max 上面的5倍长焦镜头，这样好像一列出来，总共升级的镜头只有2颗还是2.5颗？哇，真太没诚意。然后呢，现在15数字系列上面超广角看起来还是没有对焦的功能。那所以呢，这颗超广角应该就是从14不对13不对12 Pro 系列上面用的那个超广角，一直沿用到了现在，赞。对，所以还是不能拍微距。所以真的要比的话，最大差异就是在15 Pro Max 上面那一颗5倍长焦镜头，那它里面用上这个菱形结构的反射镜片。那以我粗浅的了解，就很像以前徕卡 M 上面这个联动测距对焦里面用的那个结构，用反射的方式。但这种结构在实际表现上面会如何？那以现在他们释放出来这些照片看起来呢，我先降低一下大家的期待值，表现其实并没有算太好。苹果做这样结构的选择，其实我们就从苹果的角度去思考啦，在最低成本、最小体积、整个模组化最简单、制造最不容易出错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样可以达到更长的焦段？那他们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可能算是其中一个小原因。那它成像表现目前这样子，但我们也不单单只是这颗镜头，也要看它的感光元件。那它也还是使用1200万画素嘛，没有像其他厂用上更好的感光元件，所以看起来表现一般，这也是正常。毕竟这就是第一代的产品，我们也不要期待苹果在第一次做出这种镜头的时候会去超车谁啦。不过呢，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如果你今天就是不想再带相机出门嘛，你去想拍小孩去比赛啊、球赛的时候，你想有更好的长焦可以记录下当下，那你当然就是选 Pro Max 咯。那我们这边可以多聊一下这个镜头结构的设计。就是苹果用上这样的技术、这样的结构，在未来其他产品上面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应用。那你可以去试想嘛，这样的结构相比一般的潜望式镜头，如果你要用在汽车上面那种震动高频繁的装置上面，或者你用在眼镜上面，你有非常少的空间可以塞任何组件，那这样镜头的结构可能就可以带来更稳定和更耐用的优势，尤其在汽车上面。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视觉判断对自动驾驶上面的重要性，所以呢，可能苹果一开始在开发这项技术的初始目的根本也不是手机，就有点像 LiDAR 那样子。但我们这边就先不去多讲啦。好，那在前置镜头你很在意的话，基本上这4支都一样，没有差异。那影片拍摄上面呢，除非你也要拍摄到 ProRes 或是 Lockdown， 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啦。那有的话，你才要去选择 Pro 系列，不然其他像 4K 电极模式啊、运动模式这4支都是支援的，不用担心。好，那下一点呢，也是关于录影的，就是 3D 的影像拍摄。那这种拍摄模式呢，是以后要给像 Vision Pro 这种装置上面观看来使用，所以这点对你重不重要？现阶段呢，我觉得就要去思考，你是不是明年马上会去买 Vision Pro， 然后真的会长期使用它的人，或是说你看不看好这项应用、这项技术的发展？我讲的是整个空间运算的这个生态链。那有人可能想嘛，我至少现在不一定要买 Vision Pro， 可是我现在拍摄一些重要的回忆的时候，我可以先用这种格式先拍摄下来。那这样2、3年后 Vision Pro 价格降下来后，我可能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台的时候，我再看
看这种影片的时候，临场感就会很好。所以这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下一个就是侧边的这个多功能按钮，对，这个只有在 Pro 的系列上面有，但是其实不一定是优点哦。因为如果你单纯只是会用它静音键的功能的话，那我觉得单纯的拨感，你一拨静音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红色的底在里面，你清楚，你今天不用去再另外的调整，你就知道它是静音的模式。那现在 Pro 系列他们目前开放的方式呢，一开始呢是调整静音模式，但是你单看上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去辨识它现在是不是在静音模式上面，你变成要去长压它去做切换。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变成要是长压一个动作，可能关闭，然后你才发现哦，本来在静音模式，然后你再长压一次再开启，所以会多2个步骤出来。然后又加上现在目前功能键，他们就只能设定单一功能的选项在上面，你可以去设定里面去调整不同的功能，但是一次它就是只有长压的这个选项，它没有按2下、按3下、按1下什么有不同的功能。所以这一点呢，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就不会去用它，因为我很需要静音这个功能。那除非啦，未来有在开放其他的这个选项啊、自定义的这种方式，不然我觉得现在这个多功能按钮算是非常的鸡肋。所以呢，是不是要为了这个去买 Pro 系列？大家就可以再思考一下。好，那下一个就是价格。对啊，怎么可能上述这些规格有差，价格没有差，对不对 ？OK， 好，如果你今天锁定的是6.1寸的尺寸，15跟15 Pro， 它的价格差距是29900跟36900，那以上这些规格的差距差7000块，你觉得值得吗？那如果你要买的就是大萤幕6.7寸的话，15 Plus 跟15 Pro Max， 它的价格分别是32900跟44900，对，差了12000，超级多。但是当然了 ，Pro Max 它的起始容量是256 GB， 但这个就是它的起价，你也不能再向下买。那如果15 Plus 你也要买到256的话，它价格是36400，还是差了8500块。那所以你要去思考啊，这个萤幕更新率、水显萤幕、处理器、USB 2.0、3.0、边框的材质啊，然后相机规格上面的差异，还有多功能按钮，这些总合起来，差这个7000到12000或7000到8500之间的这个价格，对你而言值不值得？你会不会真的去用到这些功能？那加上上述这些功能哦，有些还不一定真的是比较有帮助或比较好用的。那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样把它摊开来细区分每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清楚。其实有些功能像长焦镜头，搞不好你就是从来都不用啦，搞不好你也觉得说，其实它提供的5倍画质也没有好到让你如果今天有重要场合、小孩运动、演唱会，你不会再带第2个相机。那这种情况下，或许 Pro 系列对你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那或者说重度手游对你真的就是很重要，你就想去体验它这些光影在上面什么去 render 出很漂亮的画面，然后同时又保持很顺畅的帧数的话，那你也只有 Pro 系列可以选择。那依我看来，我自己会常常有时候在手机上面拍摄一些工作上面的这些影片档案、照片档案，那传输出来对我而言，这个 USB 3.0的速度就很重要。那我便也没有选择一定要买 Pro 系列嘛。那这也是为什么讲这些规格细分起来，你会发现它这个刀切得非常漂亮，但你非常难单一的去选择到比较入门的版本就有所谓你要的功能。最后以我自己会帮身边的人买东西的方式，大家可以做个参考，每个人需求不同。那如果我帮我父母买的话，我就绝对是买数字系列，因为他们其实使用档案量并不那么大。那相机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第3颗镜头或是这种长焦镜头，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最常用就是主镜头，所以这种时候数字系列上面的主镜头非常足够他们使用。然后加上这次又有2倍变焦，他们扫描一些 QR code 跟文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使用。那其他部分像是比较轻量化，他们不喜欢带重的手机。再就侧边这个功能键按钮，我觉得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复杂。现在他们清楚知道调的就是静音，如果以后要教他们说，如果你要长压，然后看他画面才知道是不是静音，然后以后可能你不小心有时候他们会调到一些功能自己不知道，可能不小心把它改成录音或相机的话，可能这个塞他们口袋就一直在录音，我就会造成更多的麻烦。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帮我父母买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偏好数字系列。那以我自己推荐身边可能差不多年纪的可能也有小孩这些人，那我可能就知道有时候真的去拍比赛什么，有个长焦镜头随身带的也是比较好用。那这种人我就比较推荐他去买 Pro Max 的机种。那至于你需不需要换呢？我觉得这个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跟选择啦。那我一直以来的建议就是觉得你手上的手机还可以用，堪用，你平常在使用上也没有觉得缓慢啊，用到什么觉得说我因为这只手机没有升级而阻挡了我的生产力，或是让我的生活更好，应该没有吧，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其实也没有必要跟着去换。好，那希望以上这些影片这些细节分析对大家有点帮助。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到你的话，再帮我们订阅频道一下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我们下次影片见，拜。